去年4月，一张照片刷爆了印度的社交网络。在印度北边某小城的东北方向，30年来，人们第一次在城里看见传说中的喜马拉雅山。以往，它被厚厚的空气污染物挡住，直到2020年，印度封城仅12天，这一座山就逐渐现出真身。这是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奇迹。在人类活动大幅减少的2020年，不止印度，地球上的每个角落都发生了神奇的改变。洛杉矶收获了40年来最好的空气质量，我们上空的空气中有毒气体水平减了半。非洲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，海水清洁度的评级从差跳到了优良。不光如此，动物们开始了数十年未有的兴盛繁衍。佛罗里达州的海滩以往挤满了晒太阳游泳的旅客，如今雌海龟回到了这里，有生之年第一次在这个沙滩上产卵。近些年，全球海龟数量一直在急剧下降，但在2020年，溪龟的筑巢成功率从40%提高到了61%。每多一个巢穴，就意味着近100只幼龟能够诞生。它们破壳后，本能地爬向汪洋大海，然后被浪潮吞没。这让人感受到生命本身的意义。抛开安逸，克服恐惧，就算弱小，也直面浪潮。那么，你就能获得大海，你就能拥有自由。如果你去过日本奈良市，你一定见过这群梅花鹿。梅花鹿已经在奈良生活了1300年，尽管它们赖以为生的草地大多被人类的房子霸占，但这种向来怕生的动物聚集在奈良的寺庙，向每年到来的1300万游客索取食物。如果你向当地商贩买到了米糠饼干，这些灵敏的动物会在人群中锁定你，包围你，轻咬你的屁股、大腿和腰间，要你快点把米糠饼干拿出来。然而，在封城之后，这里不再有游客，一夜之间，他们的外卖消失了。很多人担心梅花鹿们会饿死，但就在这时，一些年长的梅花鹿带领族群离开了寺庙，踏上马路，往繁华的街区走去。在走了2公里后，他们停在一处普普通通的小废地，在这里吃起了草。这里曾经是老梅花鹿的觅食之地，令人惊叹。老家伙还记得，没有了米糠饼干，梅花鹿们恢复了从前的饮食结构：青草、树叶和香草，这让它们更健康，也让它们不会再因为误食塑料垃圾而死去。许多动物似乎要感谢人类的喂养和照顾，但很多情况下，没有我们，它们反而过得更好。人类热爱占有、掌控和改造，人类总想让自己的声音响彻云霄。但是，地球安静的这段时间告诉我们：天不言而四时行，地不语而百物生。非洲企鹅的小名叫公驴企鹅，这是因为它们的叫声很像驴。虽然呆萌可爱，但很少人知道它们身上有着特别让人心疼也特别感人的故事。在南非开普敦，这种企鹅每天都要上下班，上班是到海里捕鱼，将鱼和虾吃进肚子里回家，再吐出来喂给老婆孩子吃。住得最远的公企鹅一次上班要走90公里，因为路途遥远且不安全。这些企鹅吃饱了，会在海滩上等小伙伴，等10几个男人聚成一团之后，才一起摇摇摆摆地下班。每年约有30只非洲企鹅死在开普敦的车轮子下。因为人类太多，车流也太多，企鹅们常常会躲起来，等到半夜。有的就待在海滩上，有的躲进下水道，有的躲进草丛间，还有的会躲进别人家里。很多人会想留住它们，但他们会不顾一切地逃出去，因为他们有家。这种企鹅是一夫一妻制，一生只爱一个，谁也无法拆散。每个外出上班的老公都有一个在家等着他的老婆，或许还有孩子，都期待着一家之主带回食物。可惜，在人类的城市寄居，天有不测风云。有时候丈夫回家再也找不到妻子，有时候妻子再也等不到丈夫的归来。在过去30年间，南非失去了70%的非洲企鹅，除非万不得已，动物是不会在人类的地盘寄居的。2020年，因为南非封城，开普敦海滩上一个人都没了，道路上也没车了。这样的萧条却给了非洲企鹅们一次机会，公企鹅们再也不用躲藏，大方上路，回家超快，而且一天有的还能来回2次，给母企鹅们喂得饱饱的。它们不光更健康，长得更快，很多家庭还生了2胎。在人类的困局结束之后，开普敦的人能看到更多的企鹅。对人类来说，摇摇摆摆通勤的企鹅是他们城市特别的一道风景，是上天给予他们的礼物，有他们真好。对开普敦的企鹅来说，开普敦是他们的家，如果没有人类就好了。人和野生象群真的可以和睦相处吗？在印度，每年约有400人和100头大象在人象冲突中丧生。这种战争往往发生在农田的深夜，野生象群会从树林里冲出来，踩进田地里偷吃庄稼。每次突袭会毁掉大多数农作物，让农民数月的辛苦尽数泡汤。为此，农民们只能回击。他们常常等到深夜，当象群来袭，就用火把、烟花弹和强光手电筒试图把象群赶回森林。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要吃掉150公斤的食物，但因为人类的文明扩张、砍伐森林，亚洲象栖息地只剩下从前的5%。冒着生命危险招惹人类是他们唯一的求生选择。在强光下仓皇逃窜，在火焰中苦苦喘息，在饥饿里紧密相依，这是印度野生象群的宿命。不过，就在2020年，这种人间悲剧有了改善的苗头。
在印度封城之后，许多到城里打工的人返乡谋生，他们参与了一个由当地自然保护基金会提出的项目，在森林和农田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，种植快速生长的稻米植物，专门给野生象群吃。仅仅几个月内，这群躲避病毒的人就改造了几乎1.6平方公里的土地。接下来就是看看象群对人类的态度了，究竟他们会再次袭击农田，还是会接受人类的橄榄枝？到了深夜，答案揭晓，大象们一只接一只走出黑暗的森林，有母象，有小象，26头饥肠辘辘的3米生物在缓冲区停下脚步，开始享用人类为他们种下的食物。吃完后，他们转头走回森林，没有对农田造成任何伤害。2020年，这些农民们的收成非常好，附近的村子纷纷效仿这种做法。If we love elephants, then elephants love us too. 生命本身是可爱的，我们不一定总要愤怒，总要冲突，总要凌驾和征服。当人学会赠予，敌人也会回馈尊重。大自然是一面镜子，记得大象在人类的攻击下逃回森林的狼狈身影吗？再看他们吃饱喝足，慢慢回家的样子，这何尝不是生命最美的图景？